上回说到，草王团的新船狮子头建造完毕，经过多方开导，弗兰西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顾虑，做自己所想，告别水之都，加入到草帽团，成为草王团的船将。另一边，路飞的爷爷卡普率领众海军折回，布置作战阵容，四处搜索草帽团。山治和索隆在海岸边发现了卡普等一众海军，立即赶回来汇报。路飞当即下令扬帆起航，迅速离开水之都。卡普这边的侦察兵发现了草帽海团要溜了，连忙赶回去向卡普禀告。卡普一声令下，全员出击，追击草帽海贼团。科比向卡普请罪，刚刚自己与草帽路飞做了爽快的告别，现在想想非常惭愧。卡普一脸不爽，回去和战国说去，别跟我叭叭，都是因为惹了战国不痛快，我们才要折回来。大将青雉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卡普的船，惬意的往躺椅上一躺，懒懒散散的说道：“都是因为你在电话筒里说他是我的孙子，才惹来麻烦的吧？”卡普大吼一声：“关你屁事，小屁孩！”其他的海军看到青雉有些不知所措，大将在这里真的好吗？青雉拉了拉眼罩，眼罩一戴，谁也不爱。我只是懒得骑自行车回去而已，反正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草帽海团离开飞船岛，在弗兰奇家的欢送声中渐行渐远。船员们看见路飞就这样走了，是不是还差点什么？不等乌索普了吗？路飞笑道：“我们已经等了。”嘴上这么说，腿已经不安地抖了起来，表面稳如老狗，心里慌得一批。他也很担心乌索普会离开他们，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。在几天前某个晚上，山着把乌索普在海边演独角戏的事情告诉给了路飞。路飞知道乌索普有心回来，很高兴，嚷嚷着要出去迎接。结果索隆沉声一声，制止住了这样出门的乔巴和路飞：“给我站住！我不许你们任何人去接他。”路飞愣住了，为什么？索隆严肃地说道：“就算犯了错，你也不能低声下气。路飞，在他没来低头认错前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”索隆一句话引起娜美和乔巴的强烈不满，索隆则提高了音量，大吼一声：“一嗓子给众人镇住。大家知道索隆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次真的酸脸了。乌索普此时正在窗外，看到所有人一脸严肃的样子，索隆认真地告诉大家，乌索普和路飞开始争吵的时候，不论他们有什么想法，无论谁对谁错，既然男人决定要决斗，那么胜负就已经托付给战斗了。然后那个家伙输了，擅自离开。索隆用刀柄敲了敲路飞的脑子，皱着眉头对众人说道：“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这个家伙再白痴，他也是我们的船长。关键时刻连船长的话都不听的家伙，我们队伍不需要。连船长都没有威信的团队一定会崩溃的。”众人沉默下来，就连平时和索隆对着干的山治也选择默不作声，默认了索隆的话。索隆一把扯过路飞：“你听着，平时你怎么被人耍我都不管，你好歹也是在我之上的男人，要是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情，下次我就离开你们这伙人。”索隆抛开路飞，继续对大家说：“要是那家伙有心回来就算了，如果这件事不好好了断，想蒙混过关的话，我绝不允许。到那时就只好把乌索普留在岛上了。”那位走上前想要劝几句，乌索普是有不好的地方，等他回来以后再好好说教说教他吧。索隆拔出佩刀杵在地上，嗔喝一声：“要离开一个团队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？”娜美还想辩解几句，山治打断他说道：“很遗憾，娜美小姐，唯独这一次是这个家伙说的对。”索隆抽回佩刀，表情狰狞：“随便做这种事的男人，我们今后也无法再信任他。如果乌索普回来的第一句话是深刻的忏悔，那就算了；要是其他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。我们可不是在玩小孩子的海贼游戏。”路飞被索隆的一番话深深震撼住，他想起和乌索普决战的那个夜晚说的最后的道别：“梅利号归你了，我们会另外找一艘船继续航行，再见了，乌索普。”路飞沉着脸坐下来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已经正式的分道扬镳了。距离新船完工和出航还有几天，我们就静静的等着他吧。”时间回到出航的狮子头上，路飞一头虚汗，强颜欢笑的说道：“等了这么多天，也不见那个家伙回来，这就是他的答案了吧？那家伙一个人也能开心的干下去的，他不会放弃做海贼，也许将来会在海上相遇吧。”路飞干干巴巴的笑了几声，一边的索隆沉着脸，紧紧握着自己的佩刀。此时乌索普正穿过水之都的街道，向飞船岛狂奔。他听说新船已经造好了，这应该就是自己归队的最佳时间了吧？开场词自己都已经想好了，既然你们哭着求我让我做副船长，那我就回来吧。然后大家就会说：“谢谢你，乌索普副船长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们都会听的。求求你回来吧。”乌索普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世界里，得意洋洋，心中不断的称赞自己，果然是个永不服输的男子汉。此时的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人就是这样，要经历很多的失败、眼泪、被抛弃，才会真正看清自己，才会真正的成长。狮子头缓缓驶离飞船岛，乔巴盯着岸边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娜美恳求路飞再等一会儿，反正大家也不急着赶路。路飞咬咬牙，没有回话。突然船身震动了一下，
一声声炮击声从四周传来，卡普率领的海军追了上来，正在炮轰草帽团。岸上的弗兰奇一家扯着嗓子拼命的喊：“是卡普中将！草帽小子，快跑！”卡普站在军舰的狗头上，拿着扩音器对路飞喊话：“路飞，我是爷爷，听见了吗？听见，请回答。”路飞吼道：“你不是说不在这里抓我们吗？”卡普喊道：“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真抱歉，你还是给我葬身大海吧。作为道歉，我一个人对付你们。”路飞惨叫一声，卡普命令手下拿来炮弹，自己一只手抓起炮弹，像扔保龄球一样轻松地投掷过来，险些击中狮子头。山治吓得嘴里的烟险些掉了，太可怕了吧！空手扔炮弹，索隆拔出双刀，这老头扔的比大炮威力都要大，你在这打棒球呢？卡普哈哈大笑，将斗篷一丢，嗔喝一声：“给我拿1000个炮弹来！”那们也慌了，催促大家赶紧逃命，这样下去新船要被轰碎了。弗兰奇眺望军舰，看到海军们开始忙活起来，无数炮弹被运上了甲板。完了，这下子炮弹雨要打过来了。这一招叫做全谷流星雨，任何船吃上这一招都会被碾成渣渣。卡普捏了捏手指骨关节，霸气的吼道：“开干吧，小鬼们，别想从我手上逃走！”路飞命令道：“全速前进，我们来挡住炮弹。”伸着比了一眼海岸，乌索普那家伙真的不来了，磨蹭什么呢？乔巴的鼻子嗅了嗅，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他兴奋地喊道：“乌索普喘着粗气，终于跑到了飞船岛，却发现他臆想中应该对他夹道欢迎的伙伴们已经开船走了。乌索普懵了，为什么他们会走？本大爷还在这里呀！就算是被海军追，他们也不能抛弃本大爷离开呀！曹王他此时正全神贯注地应对流星雨般的炮弹群。乌索普一边哀嚎，一边奔向海边，但没人理会他。此时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在他的想法中，他一直把路飞当作伙伴，并没有当作船长，也不懂规矩一说。他的印象里只不过是吵个架而已，大家还是一起战斗的伙伴，不至于把我抛下吧。乌索普的表现真的让索隆说中了，没有意识到错误，想要蒙混过关，糊涂了事。如果得不到教训的话，保不齐今后还会因为任性而在关键时刻冲撞船长。船长的威信没了，一个团队就会变成一盘散沙。当头一棒，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乔巴提醒路飞，乌索普在海岸边。路飞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大家保护好船。”乔巴喊道：“乌索普在叫我们。”路飞一脚将一发炮弹踢出去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没有听见。”乌索普瘫坐在海岸边，看着草帽团渐行远处的影子。这时候，他自己曾经一幕幕的冲动说过的每一句决绝的话在耳边回响起。乌索普这一瞬间就认清楚了问题的根源。一直以来是他自卑的不敢抬头，是他固执的认为路飞放弃梅丽就是要放弃他这种没用的队友，是他说出了那句伤人的话：“我们的缘分不过如此，既然意见相左，就不必一起旅行了。你们听好了，去哪里都是我的自由，与你们无关。我要离开这个团队。”乌索普终于流出了悔恨的泪水，他看着远处的伙伴们大喊了一句：“如果你们真的要走，请最后听我说一句，对不起，是我死要面子。”路飞愣在原地，其他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乌索普跪倒在地，哭着说道：“虽然我说了要离开团队，现在能不能让我收回这句话？求你们了，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，让我再次成为你们的伙伴吧。”路飞用力一甩，将自己的手臂甩到了乌索普的面前。乌索普一愣，路飞将乌索普拉回船上，二人撞到一起，躺在地上大哭。船员们喜极而泣。路飞站起来喊道：“全员终于到齐了，快逃离这里，继续冒险去吧！”卡普率领的海军追得紧，加上卡普真的很够劲儿，光是这样躲闪着炮弹逃命也是难为众人了。弗兰西一声令下，把帆收起来，趁现在快看看这美丽的水之都吧。过一会儿，一下子连岛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路飞站在船尾大喊道：“爷爷、科比和名字记不起来的人，以后再会吧。”弗兰奇启动了万里阳光号的紧急加速装置，巨大的空气炮配合保数亚当的强度才能实现的秘密武器。此时卡普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颗比军舰都要大的铁球，直接抡了过来，全员都吓傻了。而弗兰奇还在悠闲的吹口哨，充能完毕，风来炮，一股巨大的能量从阳光号尾部喷出，阳光号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瞬间加速，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原地，飞向空中。消耗3瓶可乐，瞬间就能飞出1000米。黄金美丽号能做到的事情，这艘船都能做到，而且能做得更好。那艘船勇敢的灵魂将由这艘万里阳光号继承下去。要是坏了，弗兰奇立即就能将它修好。船和兵器全权交给弗兰奇来完成。从今天起，这艘船就是草帽海贼团的了。水之都之行收获颇丰，不仅找回了罗宾，得到了新船和船将，而且草帽团的团队关系更加紧密。草帽一会儿的通缉令传到了世界各地，传到了各位的家乡。亲人们多数都抱以宽容的态度，
被世界政府海军通缉是不是好事？在这个世界，谁又说得准呢？在这样一个世界，黑与白本身就是模糊的界限。就像库雷哈说的，不管他怎么样，只要看到他还平安就好了。